所以这种体系化的发展，才显示了什么叫做战略空军啊！因为你如果说不成个体系，只有一两款先进的飞机，那是不行的。所以通过航展呢，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航空工业的这种创新和它的这种发展。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我刚从珠海就是航展上面回来。那么在这个航展上看这个展览的时候呢，很多的这个网友就认出我来了，提了很多的问题啊。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珠海航展呢已经是第13届了，我从第1届1996年就开始参加，到现在已经是第13届，也就是我们航展走过了25年啊。因为这个25年呢，因为是本来去年疫情嘛应该搞的，但是我们拖延了1年。25年来呢，这个我们通过这样的航展呢，可以看到我们航空航天事业的这种创新和发展。因为很多的网友他就跟我说：“哎呀，我们来的是观众场，怎么这个就是想看歼20飞，可是歼20就没飞。”实际上我说你个歼20你不是在这个什么，就是展台上可以看到它的大的这个模型，甚而至于是很清楚的这些结构。我说这个飞不飞呢，并不是很重要，因为我给他们解读的是81飞行表演队的，就是歼10飞机的，还有就是航校的这个红鹰飞行表演队的这个飞行表演这是具体你要看的就是这个空中的这种编队的表演那已经可以说从这个角度上其实可以满足他们的视觉上的这个盛宴了那么我们说外行它是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为什么说这个内行看门道呢？因为你不要仅仅是盯着这个歼20这么一款隐身的战机，其实你要是从1996年第1届航展的时候，我们最先进的战机是什么？歼 82M， 那是2代机，飞行高度2万，最快速度2个马赫，但是它没有先进的雷达，没有先进的这个航电系统，而且呢，它的这个只有速度快，就空中的这个灵活性也不够。我们现在81飞行表演队是什么？是歼10，歼10当然是属于中型的飞机，因为它是单发的嘛。但是我们也给你展示了歼16对吧？这也是属于这个上升了一级的，就是3代机了，因为它这个不但可以飞到这个2万米的高空，2倍的音速，但是它有先进的航电系统，操控的可以更精确，可以更灵活，还有它的这种雷达也是升了级的，也就是说它在空中靠自己的眼睛就看得很远，抓的目标就很多。先进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就是航电系统，也就是它对这个周边和更大范围这种信息的感知能力是可以更好的这是已经是拿这种3代机，就是歼10我们已经作为表演飞机了都不是说作为就是像过去给人家就是仅仅参观的，我可以6位飞行员一起给你做空中开花，给你做剪刀差给你做其他的就是密集编队都可以这就说明它的这种实战性和它的表演性。那么歼20呢，实际上也是飞了的，只是在就是专业场的时候进行了飞行。所以我们讲呢，这已经是从就是2代机到了4代机的一个跨越这是仅仅是作战的飞机。那实际上呢，我们这次航展上也给大家展示了，就是像运20这样的大型运输机，同时有运9这样的。当然，这个运9是做成了一个就是医疗机，因为它明显的喷了一个红十字它里边可以这个作为运送伤员。因为它一个呢是战略型的这种大型运输机，还有一个呢是战术型的这种运输机，具体的这说明你运输机成了一个体系。还有呢就是轰6K也给你展出来了。那么运输机它既有战略的，还有战术的。那么歼击机我们既看到了就是歼10这样的中型的战机，也看到了比如说歼20这样的，当然还有直20这种中型的通用型的这种运输机。所以你看它是一个体系。再有呢就是增加了很多无人机，既有察打一体的翼龙系列的这种无人机，还有呢就是喷气式的就是涡喷发动机的这种飞得高飞得快的这种
无人的侦察机，也有察打一体的啊，或者是进行空战的啊这种无人机。所以这种体系化的发展，才显示了什么叫做战略空军啊。因为你如果说不成个体系，只有一两款先进的飞机，那是不行的。所以通过航展呢，我们应该看到我们航空工业的这种创新和它的这种发展。因为我们现在人民空军它是以4代装备为骨干，3代装备为主体啊，这样一个能力。而且我们是在继续发展，因为还有一些模型，包括轰炸机的模型，包括歼击机的模型啊，都拿出来了。这就说明我们正在研制和发展这样的新型的战机。当然，从航天讲，我们也可以从各型的这个长征系列的这种运载火箭啊，包括我们最初的长征2系列，然后呢，现在是长征5、长征7，这已经是在天舟或者快舟这样的就是运载任务中已经执行了。实际上，大家更应该关注长征9这可是这个比长征的胖5或者长征7还要运载量翻番的这种大型的运载火箭，这都说明了我们国家深空探测能力的大幅度的提升所以通过这样的装备通过这届航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这种航空航天创新能力和制造能力的大幅度的提升。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